做吐司真的沒有那麼難，配方用對了，一次發酵也能做出這種爆發力超強的吐司。用到的食材也特別簡單，都是家裡常用的，一次發酵真的是省時省力，而且做出來就是這種柔軟又拉絲。今天想要做2個吐司，就用厨師機和面，先把桶和打面鈎都放到冰箱裡冷凍一下，差不多半個小時到1個小時吧。如果你想学手揉的視頻，那你就看看我主頁裡的其他視頻，多數都是手揉的。然後還有就是不会厨師机打面的，你們也看一下。我剛才放的這個面团就是提前做的烫种，烫种就是讓面包吃起來柔軟濕潤，放3天都不會變硬。這個要提前做出來，就是放凉就和煮面团和面就行。我還是把具體的和面比例打在字幕上，這個是做2個450克吐司的量。開始打面的時候就可以用2檔或3檔都行，把它攪成团以後改到5檔或6檔。這個打面的過程中要隨時測面溫，我這會兒的面溫就是還不算高，所以我就繼續打面。機器打面最怕面溫升高，如果面溫升高了，基本上就不能成功，所以隨時測面溫。還有就是你看這個面团的狀態，它看起來比較光滑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拉一下膜。這個面打好了，你拉的時候沒有那麼緊，延展性也特別好了。拉出也是比較薄的膜，但是你拉開了以後它有鋸齒狀，這個時候就是面可以加鹽和黃油了。加了鹽和黃油以後，還是要2檔或3檔，把它攪拌均匀，攪的黃油被面团吸收了，再把它改成5檔或6檔。我這個黃油還沒打進去的時候，我又測了一下面溫，基本上就快26度了，所以這個時候就不敢打，我又放到冰箱裡冷凍了半個小時。時間到了，拿出來繼續打面，因為剛才這個黃油還沒打進去，所以還是用2檔或3檔。你把它攪到缸特別乾淨，然後這個面团看着也比較光滑了，那就改成5檔到6檔繼續打。也有好多姐妹会問我時間，就比如說第1次打多長時間，第2次打多長時間，因為每個廚師機的功率它不太一樣，所以這個時間它也不太固定，你還是要學會看面团的狀態。最後这個面团就是光澤度特別好，而且也特別光滑，你就可以拉膜了。拉膜的時候同樣它這個延展性特別好，一點都不緊。還有就是我覺得這個面打不夠都比打過了要強，一定不要打過了，看着差不多能拉出膜來就可以了。面打好了把它收遠了，因為是一次發酵，所以我就直接分成等份的劑子，這個一共分6份，每個劑子差不多是170克左右。最後這個小劑子就是你找一個光滑的面向裡收，同樣的方法其實和我之前拍一下然後也是向裡收是一樣的，最後把它搓圆就行，放着鬆弛個10分鐘吧。這個面团還是有點微粘的，所以就把揉面墊上還有面的表面都少拍一點乾面，不能太多，如果拍的太多了它就會跑，不好擀。擀成一個牛舌狀，然後翻面，讓光滑的面朝下。現在它就是有點微發了，這個面团有氣泡一定要把它拍破了。捲的時候從上往下捲，不要捲得太緊，然後把接口的地方捏嚴，這樣一個生胚就做好了。所有的都做好了，讓它鬆弛個5到10分鐘也行，或者是你直接擀一下，如果這個面团不緊的話可以直接做。機器打面和手揉還是不太一樣，如果你擀的時候它不回縮，就是延展性好，那就可以直接做。同樣如果它覺得黏，你還是少拍一點擀面，擀的時候就是從1/3處往上推和往下拉，往下擀的时候如果你覺得它越擀越寬，那你就提起來，這樣的話就是擀的上下一邊寬了。擀好了還是翻面，讓光滑的面朝下，然後捲的时候也是不要捲得太緊，捲緊了它是影響發酵的。到下面也是扒薄了，然後接口的地方捏严，這樣一個生胚就做好了。最近有好多姐妹都問我廚師機，其實廚師機這個東西就是比較方便，如果你做的多了，那肯定是廚師機更省力。如果你偶爾才做一個，也不经常做，那我覺得就沒有必要買，買了也是閒置，你就直接學我那個手揉的方法，那個方法真的特別好用。我還是用烤箱發酵的，34度發了1個小時。如果沒有加濕功能的話，你就可以放一碗60到70度的熱水，這樣增加濕度。發好了，我們再刷一層牛奶或者是蛋液都行。刷牛奶的時候就把烤箱提前預熱，我用的是上火160，下火170，但是長地的烤箱它溫度稍微偏低一點，所以你就可以把下火調到180或185，那樣上色就更深一些。烤好了拿出來給你們看一下，我中途還是加了锡紙，這個就是你自己覺得顏色滿意了就可以加蓋锡紙。只要吐司學會了，那其他的軟面包真的都特別簡單。